Hiker CP， 今天呢，我现在人在乌来台九啦，因为台九的支线这边准备要骑车练爬坡，大概9点45分，北宜公路Garmin的越野跑了一段。这次呢，打算就是要骑过去，一路骑到台七。干，我忘记台七有狗了，目标要骑到圣光登山口，爬上南湖主峰的这个2铁挑战。这次要使用拉扣的衣服 ，Pro Jacket 防风外套先穿上，因为还是有点冷啊。穿上了腿套，稍微可以挡点风。然后大家都不行的话，还有再多带一件防水外套，把它穿上来，用力踩应该是不会冷，会冷都代表你不认真。这样出发 ，Go Go！ 非常困难，拿一个头灯，把它这样绑在前面。下午一段觉得太冷，所以决定把这个插地弹手套戴上去，真的蛮冷的。我头套也戴着这样，戴插地弹不代表平常是烂的。我们赶快带上直手去9弯18拐的北宜公路。我们先到宜兰的内城店，大概是70几公里，爬升是1000多。那我们出发 ，Go Go！ 平林风景区25K， 大概1个小时。北宜公路实在是有点危险，很多地方是没有灯的，没有狗，没有坟墓，蛮多车子的。反正就上到山顶500多，一路下到平林，应该还有一座大山。要上到当时 Garmin Run 野跑的最高点，俯瞰这个南洋平原，不太会冷。Compress Sport 的这个 buff 蛮厚的，很挡风。WinPro Jacket 拉扣，跟我后面是放了一个雨衣啦。快到宜兰 Go Go 海区的厕所。上次 Garmin 就是跑这个路线，不知道什么，现在这个时间还有人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12点这样，最高点准备下去，一样没有灯，然后爬了一个山这样子，下宜兰啊 Go Go。100万大景啊！头城交流道塞车，也一路平路往到宜兰的内城店全家，我们就沿着台9一直走。来宜兰怕塞车的话，就走北宜，骑脚踏车来，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，不会塞车。宜兰内城店75K， 爬升1100，3个小时。客家人买打折，有一些胶囊。主要是补 O2 跟 RC 还有咖啡因这样子，等下就要准备上山。这个手套呢，其实非常好用。那建议你就是要把它带进去一点，按刹车会比较好，这样直滑。所以你不要戴那个太滑的手套，因为可能下坡会顶不住这样子。那这个我觉得还 OK， 不是到特别直滑，但也没有很滑这样子。它主要是很保暖。WinPro 的质感非常的好，而且它非常的亲肤这样子，也是意大利设计的，挡风效果非常好。然后主要是在袖子、领口这边的触感是特别细致，真的是不是我在夸张，真的很屌。这样软布坐在这里，让你可以透气这样，然后总130克，所以非常方便，可以收进后面的口袋。高领口的设计，所以你就可以整个挡风挡起来这样。我终于可以脱离用登山的防风外套的时刻，也可以用侧翼的外套这样。因为之前我都是用登山的防晒外套在骑车，非常困难。往南山全家出发，55K Go Go。全家南山太远，131，大概6个小时45分，爬2500，快2600，20K。但我想说，在这边等我，今天等一下爬南湖的队友载我上去，好不好？不要盯着，因为第一个真的太冷，我已经等到头有点痛，等到我的大腿。后来想想防水外套是身体不冷，是我的大腿真的非常冷，而且我现在脚头是很麻的。其实这个外套风衣跟防水外套，其实它本身是防风，但是不保暖，它不是羊毛底这样子。裤子我觉得以现在冬季真的又是高海拔，要用长裤会比较好这样子，因为主要是头痛啊，就真的不盯上去。那我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第一铁已经铁了。蒸蛋的碗装热水，放在这里真的是太冷了，太冷了，瑟瑟发抖。我非常想睡，非常困难，真的是太冷了。我觉得我怕冷，是个怕冷的人。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狗吠，但是没有脱钩的狗，才第3次了，灯还是很暗。
然后我的灯也还是没有很亮。我沿着中线走，听车的声音，其实路径的判断其实都还抓得蛮准的，所以下坡也算 OK。终于辛苦了，太猛了，太冷了。我到头城都还塞车，你两个让。 7点出发，通体舒畅。他觉得屁股很痛，然后脚很痛，头很痛。现在呢，屁股不痛，脚其实也不痛，喝了一杯咖啡也不痛。5.2到5.3，2天1夜。刚实在是觉得太冷了，我把一件卡玛的塞进去，把 Powertec 穿在里面，所以我背包有空间了。过年都没上班，让自己装上去，娘赚太多了。这是个队友啊。出发，南宫、南湖，2天1夜。 久违，特别来看雪啊，因为怕我大爆。那新鲜的腿，刚刚看Garmin，体力已经是1%了，好累啊。高绕，超陡，最讨厌走这个单小段而已，大概15分钟。1个半，风风里休息一下，太饿了，就是要挑战用这一个 Bonfirst 最新的 Fastest 23升的越野轻量背包，它基本上属于一个长程单攻跟2天1夜的背包，这真的是我梦寐以求，因为我一直在找这个东西，市面上非常的少，然后落在上下的背包，我不要超过30升，30升就有点太大了。然后前面要是这种越野包宽的带子的设计，才会背起来跟跑动比较舒服。2天1夜，含帐篷、所有保暖、睡袋、冬季的装备下。 负度、南湖全度都会冷死，然后还有2天1夜的食物，这样子。包体非常轻啊，400克，400多克，其实比那个38升还要重。结构的关系，还有一些东西必须重一点，才比较舒服。这样的肩带比较宽。这个材质呢是 DCF Ultra Grip， 非常的耐用。就算你不过夜，长程单攻，你也可以多带一些保暖的装置，在台湾的百岳上迫降。 是非常重要，至少带上天幕。进上来，刚刚讲错了，5.3直达松峰岭，从来没有白天走过。下去3条野，走到 K 校摸黑，刚刚看到整片非常漂亮，非常值得。已经看不到马丁车尾灯了，它差不多跟我新鲜的腿的时候是一样速度，软烂的腿能卡，有些骨质会疲劳，所以我尽量是用整只腿去抬起来，用你的臀跟股二头去带。 雪山，从这里就看到神马镇的草坡，南湖大山，白色的雪。雾干安部剩0.6了。啊，完全没人。对啊，干。 Captain 帐篷，你们3点就会到。O2 阳光山坚果棒，很好用，把它涨价，以前16，那刚刚不是走第一个23回来40克200卡，很好用，大杯，但是不是很好买，这样子。看这个，走一下休一下。 真喘，脚没力，就是一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呼吸很急促，疲劳造成的，疲劳累积。睡觉是还好，昨天10点到现在还没睡觉，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。但就是我不想睡，那我走不动。
15大。全谷啦。谢谢。超多啊！上面一堆雪，这边一堆雪，安部一堆雪，东峰也是一堆雪，这个四岔这边也都是雪。脚，是我的脚。全国没有什么雪，到时候我们看一下等下上学的东安部飞扬的雪。我的脚呢，能狗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找全国。然后现在看一下爬升崩溃，这个哎呦喂，怎么样 ？Tactic Cheap Road， 跟我来最新款面法师消光可以做了一只鸡。这个都有脚印的，所以我判断跟我22年来一样，真的融雪，所以踩石头就好。但是踩到雪没关系，不要紧张，慢慢踩，踩完再走。踩，石头，踩石头，踩。
战载命，真的很怕的，就叫你队友先走，这样他就帮你踩一脚。好的，剉冰的，有没有？太冰了啊！敏感性牙齿，妈 fuck！ 这样上去，不用剪硬冰爪就看人了。目前不用用12爪，剪硬冰爪呢，原子出发前就说了是可以用的，不知道就要看地形。好像我这样慢慢踩也是 OK 的。大家如果真的继续就一直不要上来，不然就是要上12爪这样。好，继续 go go。后面都是全部都雪哦，雪的冰。靠它，靠马鞭把我靠上去。这边呢，那个 Snow Sensei 可以来一次，看起来是 ski 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 ski 的痕迹。往前走。第4刷了，上来4次了，不要上来，太多人太远了。这是爬2733，加前面的2600，总共爬5333了，8.7，接近19公里，我脚都软了。那等一下呢，下去再次帮我圈，记得带12爪或剪硬冰爪，我是不带，就是我建议是要带的，那就大家就看。带的东西不代表你会用，是带就安全，是带你带的，你要会用才会安全。19小时，爬升5400，无来骑车到南山，然后开爬南湾路太硬。好，反正人家下也快，今天就这样子，到最后就腿没力了。我大概是在骑车，反正最后跑步就是腿没力了。那等一下呢，就会扎营。今天遇到非常多的下山的、上山的、打招呼的、拍照的。
去，找个地方扎营。好嘞，非常的辣。哦，现在20公里，今天总共运动了快19个小时。大家都扎营啊，巨石阵围好了，只是在风很大，趁太阳不是我前，赶快扎一下。蓝湖这条边，这几个用25升 Bombers Battles。我今天用的心得就是它这个非常舒服，而且我非常喜欢它两边都有2个开口，这边2个大开口，然后有3个扣子非常紧，整齐直接拉着套拉。下面呢还有1个扣子，总共3个扣子，旁边就是一个大袋子。这边的网布弹性非常好，3个扣子没什么问题。保暖、羽绒，是电器类的东西，头灯，然后一个炊具组。罐子，460个，非常 Tactic G Pro Elmo 类2LED比较便宜，但是它亮度没那么好。Elmo 类它是更轻更薄，体积比较小，然后比较贵。它的清晰度是非常清楚。Elmo 类的屏幕，所以就没有太阳能的电力没有像我之前那一只这么的好，可是也可以用到10天，一样全屏超屏。这是非常质感，然后按键也跟其他这个不一样。还有一个远红外线，就是你作战的时候戴那个护目镜，它会改成护目镜，你才会看得到的颜色。另外就是红，然后示范给大家看，日落之后呢，它会改成红色的，让你看的效果比较好。这样，它最大的特点还是 Elmo 雷6叫 Super Elmo 雷，更轻、更亮、更显色这样子，但是更贵，这个还更贵的。把它放在手表里面，你们也不会买，所以就不用放那么好这样子。表盘呢，一样是51mm，不能不知道为什么超那么重，96克，然后这里就是89，多7克，我相信各位是没有感觉的。OK， 多7克，所以4、5千块，好吧？登山的每一克就是1000来计，所以多7克，多4、5千，非常的这个样子用蓝宝石，14寸蓝宝石的镜面，刚刚通过美国 M 还有 SOD 810的测试，我觉得很强。没事，也是红蓝宝石的镜片，非常猛啊！欢迎大家去看看这一支战术盘，这里整天的变色片哦，在这雪季真的非常雪。阿果去上8000带这支，我不用3000的雪，这次就可以搞定。已经晒伤了，太阳很难，我最近好像已经流鼻涕，然后这个已经晒。欧美的全完全很惨了，因为太冷了，所以我要继续上，煮一下这样。好 ，Go Go。那刚刚没提到，刚刚有 Bombers Fastest。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瑞典要把它取了，哎，不对，是挪威，要把它取得这么难念。23升，我自己觉得在这种背包的重型，真的不是很一时半刻可以解决，就你自己要调一下，到底是要高一点，还是要低一点？测试，我大概背5.2公斤，大家可以尝试，好，用这种20到25升的背包去过2天1夜，或是长程的单攻这样，包含你的帐篷的水盖。我这次特别用压缩带，就上面压缩带已经很久没用，但是因为23升真的非常的小，加上冬季要代表都不暖，所以压缩带就不用香菇带，因为香菇带没办法缩得太小，所以我临时再加了一件 Karma 的外套这样。重要的是用那种小背包，你的粮食要掌握得非常好，哦，不能带太多，也不能饿到这样子。那水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沿路取，哦，不用带太多水这样。最好的重量，任务是7公斤左右，不要超过9公斤。官方多少我不知道，不重要。这样快速移动的 flat test， 这叫什么？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包，就是快单攻包这样，或者是快速过夜包。好，没有。
这边就没有做，这边有弹性防护，这个才能用东西。1、2、3、4，两边都有4个。因为风实在太大了，帐篷被吹烂了，那个完全不抗风，因为有很多人没有来，睡在山屋里面。对，因为我吃到这些保暖的东西，现在可以保暖，那就是4公斤，然后所有零食都已经塞对，最后的零食要自己抓好你的带的食物量。但如果你今天是住山屋，不用带帐篷包，会就可以带更多的食物这样子，非常的满意，因为真的很舒服，然后很轻。4到6公斤都没什么太大的感受，轻还是王道啊！学技的那个，先看一下社团的状态，判断是越野是 OK 的，蛮建议是你可以使用精英冰爪，会比较更稳定。这样，原则上我们昨天都蛮小心的，而且上坡上山是比较谨慎，走很慢，下山就跟碎石坡一样，我们就一路滑下来，容易看到。裸露的石头相对很直滑这样子。如果呢，接下来南湖单攻，你报一下原值大的时间，上山到主峰就7小时，那你就要抓进圈谷6小时，上去主峰1小时，下山呢，它上次时间是5小时，12小时完成啊。圈谷的时间大概是6个半，接近7小时，上主峰花了1个小时，大概花了8小时左右。这个算是比较快的速度，但我们不算轻装啊，背一堆东西。我这边没有骑车的话，应该就可以更快，因为我上次重装来进圈谷大概5小时50，所以差不多就是抓7小时是算是 OK 的时间。是之前看到一些单攻14、16，甚至是18、20、22都有人这样走。长程单攻，因为南湖组的爬升是2800，要有把握回程哦，要再上1000。单攻南湖的爬升就是3800，接近40公里。那可以先从简单的，比如说奇莱珠贝啊，或雪山啊、玉山啊这种先练，不算是一个比较难的单攻。刚刚那种累，真的非常亮，超级清楚。Zone 1到 Zone 5。这样已经快死了，心跳73，非常的亮，看着觉得蛮爽的，很清楚。这一次呢，我整个脚的部分都非常的好。他说，因为长时间运动，所以当然疲劳就一定会产生。主要是我的外侧都没有什么状况。改变发力姿势训练之外呢，你还是有持续吃易维能的关节肌力。很多人问我说，它到底跟 UC2 差在哪？我自己体感上大概是2周就会有效。它本来在文献上30天就会有效果。那 UC2 其实一般来说是3个月比较长。使用这个蛋壳膜，还有比较高强度的训练，我都会持续使用，去保持我的状态。爬山也会带几颗在身上这样子。昨天呢，就是有用第2个使用易维能的东西，就是好好睡，非常难度睡的人，我深层睡眠都是落在30到40分钟，是很多
助眠的保健品，其实都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差异性，就是有时候有效，有时候没效。我吃到好好睡之后呢，突然豁然开朗。我大概连续吃7到10天，我的生成就可以增加到1个半小时左右，好的话可以到2个小时。所以，然后加上说我很会做梦，做一些奇怪的。开心的、刺激的梦，那有时候梦到我在训练，他有在运动，这样睡觉都在练的男人。它主要使用的是色氨酸，色氨酸其实就本来就可以帮助入睡，跟这个色氨酸从日本的是比较高级、比较贵的原料，绿薄荷也是专利的绿薄荷，你可以比较好睡。大豆的它是让你记忆定性专注这样，所以对睡觉我就觉得还好。那主要是色氨酸足量跟绿薄荷，这是非常好的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睡觉的保健食品。其实我自己实验就是我连续吃有效之后，大概断个2、3天，突然觉得睡眠不好，我再回头吃，大概1到2天又会有感这样子。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呢用在高山上。那之前我都是用所谓的肌肉松弛剂，然后有嗜睡的副作用。那这个就不是，就是助眠的保健品。所以我昨天就有吃3颗。但是呢，必须强调，在昨天睡山屋，对大家众所周知，山屋就是吵，但是温暖；住帐篷就是安静。但是昨天是风超大，而且很冷。昨天陆续有很多人从帐篷移进来睡觉，因为外面实在是风太大，而且又不算太冷，但是也是冷。那你自己要知道你在高山上睡不着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有可能是肌肉紧绷，有可能是太吵，有可能是有人打呼嘛，有可能是你的睡垫不舒服，有可能是太热，你穿太多太热会睡不着，有时候可能是太冷，手脚冰冷，那就要做一些调整了。大家可以先在平常的时候用看看，一代人应该有蛮多睡眠的问题，所以你在平地可能连续先吃7天，然后吃到上山再持续吃，好看看会不会好。比较好入睡这样子。其实这罐子呢，不是带整罐，里面放了其他的胶囊，这样你就空的罐子可以塞一些无微博的东西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在云冷山庄，2个小时25分下到云冷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踢出到方便屋回台北上班。最猛就是下山就要回台北上班。那我们继续出发 ，Go Go！ 面对这个最后的大魔王，多加吞，刷掉。有喝过吗？很好喝，酸酸的比较吃下去。这个腿上呢 ，Compress 所有的高空小腿套全部都我在骑车只是穿着，爬山上来以后会穿着，睡觉前脱掉，然后今天早上呢再把它穿起来。昨天上坡，我小腿几乎是没有感觉，有可能它已经坏掉了，太累了，小腿完全没有抽筋感。当然就是股四头、股内侧、股外侧很酸，屁股很酸。爬山穿长裤，里面多穿小腿套，然后爬很快。然后想说，哇，到底是吃了什么没有？穿了小腿套就可以冰冰给我。好，往松风里，然后下切林道。这一条呢是摸黑，3条也走8班难的，一下晚上1、2点还在走。这是王美树，返家了，邯郸发大财，又涨100。这次的行程呢，2铁顺利结束，好，没有什么大碍这样子。用这个23升的背包，2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我觉得就这样，我觉得登山就是一个不断学习、研究、实验的一个过程，所以非常建议大家，你想尝试什么东西，那我认为小心为上，谨慎为上，但是还是要接受一些比较新的观念、新的装备，花新的钱去。带给自己一些不同的登山体验跟品质啊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Hiker CP， 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。还好啦，太轻松了，没睡饱，也没有轻松哦，很久没让下坡，第一次爬山。我被拉爆，这样，因为有人多骑了2600的爬升。